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国际上每年的10月第2个礼拜六定为安宁日，在许多国家会利用这一天来介绍并且推广安宁缓和医疗的服务。有些国家在10月的第2个礼拜六的前后会设有安宁周，为了让大家更了解台湾的安宁缓和医疗临床上的种种事情，安德鲁社工师在10月的影片尽量以安宁缓和医疗为主题。如果您对安宁有兴趣，或许你的家人正在安宁缓和医疗的介入过程当中，欢迎你收看这个月份的影片，希望对你有帮助。在今天这一集要跟大家分享我怎样认识安宁这个工作，如何进入安宁这个领域，这个工作带给我什么样的影响。我的一生当中第一次接触安宁这个名词，不是在医疗上的问题，而是当时我的女朋友从事安宁居家的护理师工作，也就是我现在的太太。她开启我对于安宁医疗这个领域的看法与看见。大概20年前，我记得我跟她第一次约会，两个人相约去屏东的SOGO百货公司。当我们还没有走进百货公司的大门口，女朋友就被医院的病人扣走了，去处理病人的问题。从此我对于这个工作觉得非常特别，因为需要随传随到。我们的2个孩子在妈妈肚子中，跟着妈妈一起去病人家处理病人的问题。孩子也比一般同年龄的孩子来得更成熟，特别是面对生死的问题特别不一样。或许是在妈妈肚子中无形的胎教造成的，也有大部分的原因是孩子常在放学或休假的时间待在医院的安宁病房，看惯生跟死当然死比较多。有的时候病人弥留要进入临终前，会被推到弥留室或安息室当中进行预备。从安宁病房到安息室这一段路程中，有些志工会把病房走道的一些人请离开，或请他们做一些回避的动作。毕竟不是所有人对于死亡都那么能够接受，有些人会害怕，有些人会恐惧，有些人会避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让孩子接触这一切，没有特别要孩子回避，所以孩子知道一个人生的过程会进到这样的一个阶段。我太太在安宁缓和护理学会算是一个年轻的前辈，至少对我来说，她是安宁的大前辈，她也是安宁护理学会的一个创会会员之一，一直从安宁居家的工作前进。而我是到了医院之后，原本共照的社工师离职后，我才接手这个工作。在这个工作前，我主要负责大内科病房的社工工作。在大内科就会遇到癌症的病人，有一个病人迫使我进入安宁共照的工作。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有一个病人住院中，是血液肿瘤科的病人，护理师照会社工经济困难，我去病房跟他会谈了一下，他旁边还有一个女朋友陪伴他。病人不太愿意来医院治疗跟住院，因为他没有钱。后来我查了一下他的就医记录，发现很多次急诊就医的次数，他很多次来医院急诊就医，然后就 AAD， 或者是趁护理人员不注意的时候就落跑，不告而别。这样的状况非常多次。后来我发现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因为他没有钱，不敢来医院看病跟治疗，都是等到身体非常不舒服了，才厚着脸皮来医院看病。等到身体比较舒服了，利用护理师、医师在忙的时候，假借要上厕所就开溜跑回家，因为他没有钱，也付不起医药费，只能利用这样的方式解决身体的痛苦。在住院这一段期间，我跟他建立关系，知道他一个人租屋，因为有一些债务跟家人关系不好，移民到我们居住的县市。后来我请他的朋友帮我办到他的资料，提供给他医疗费的协助。经过治疗确诊后，他有了重大伤病的资格，医药费的部分负担也降了下来。我跟这位先生跟这位小姐说，如果生病来医院看病，如果没有钱没有关系，可以请护理师扣我会来帮助你们医药费的部分。这个部分真的不用担心。后来他持续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因为肿瘤的状况已经大到不行。在某一天晚上，女朋友请护理师call我上去病房，病人的女朋友非常着急，看到个案很喘，身体很不好，不希望他受苦，也不晓得该怎么办。我跟他说，有一个东西叫 DNR，这个可以让他在病危的时候不被插管，不被电击，也不做心脏按摩，让他平平安安的走。不过因为病人不太愿意签这个东西，所以你可能要花一点时间跟他说。而这个女朋友也非常有智慧，拿了单子进去病房跟病人说，你在这边签名，这个是让你舒服不会痛苦的单子，如果你要，你就在这里签名。病人就签了名，病人的朋友也在见证人的地方签了名。因为当时他非常的喘，非常的不舒服，他希望能够平安，能够不要有痛苦。而这个女朋友出去买晚餐的时候，病人就走了。女朋友被扣回来的时候非常的痛苦，在治疗室里面嚎嚎大哭。然而我也被扣回来了。肿瘤科的医师事后很惊讶，这个东西怎么被签出来的？后来护理师告诉医生，因为我来跟病人的女朋友谈了之后，病人就愿意签了。如果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来看这件事，女朋友这样说对吗？ DNR 是让她没有痛苦，能够平安的离开世界，这样子讲对吗？从某个程度上来讲是没错啦，就是让她在生命末期的时候，如果她要进入临终死亡，不用医疗的技术，硬是要把他从鬼门关里面拉回来，拖回来没多久之后，他还是会离开，让他免受这一段的痛苦。有的时候我们会用很专业的方式跟病人说，通常这样讲过之后，家属更是不敢签。但是这个家属用了一个病人教育程度可以理解的一个方式，签了这一份文件，我觉得非常的厉害，非常的了不起。这件事情之后，主治来找我谈，我对这个病人的过世或者是治疗当中有一些情绪，我跟他说不是，我是觉得如果可以更早的介入帮助他，或许他不需要承受那么多的苦，可以得到更好的医疗，在彼此信任关系底下，可以让他平平顺顺的离开。因此我不希望其他的病人受苦，希望在医疗的介入之前，还没有达到末期之前，就可以关心这样的病人。
所以我就踏进安宁共照的社会工作里面。在安宁工作，有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讲的那么简单，每一个病人对于生命的态度都有不一样的看法。我们想的安宁，我们说的安宁，可能病人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下一集我会跟大家说一个曾经接受安宁病人，他告诉我说，我选择安宁的时候，大家都来看我想活下去的时候，就没有人来看我好伤心哦。一个内心想要活的病人的内心世界。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我们下一次见。